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里面有去提到怎么样去取得这个 C810 的资料集。一般来说啦，我们是直接从官方网站上面依这个官方上面的说明指示去下载它的这个资料集。那资料集它基本上已经帮我分好这个有 Python 的版本Melee 的版本还有这个二进位的这个原始资料版。那因为我们用的是 TensorFlow 啦，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 TensorFlow 的 Keras 的 dataset 里面下去做取得。那我们之前呢已经有使用这个 Keras 的 dataset 去使用过这个 NIST， 所以这次呢我们就直接把它改成从这个 C810 去做 load data。那 load data 这个方法它实际上它去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它当然会先去检查说，你的硬碟上面有没有所谓的这个 C810 的快取资料，如果有的话，它就直接把那个资料整个读进来，放到我们这个指定的变数。那目前我们指定的变数就是这个 C810 的 dataset。那如果这个快取资料不存在的话，那它基本上它就会协助直接到这个官方网站上面的一个特定的这个网址上面，先把这个压缩档给载下来。下载完毕之后，它当然会自动的去协助我们去做解压缩。解压缩完之后呢，我们就有那份快取档，然后最后还得把那份快取档放到我们这个 C810 dataset 的身上。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啦，这个资料读进来之后呢，它基本上在这个 array 里面已经帮我分好了，分成这个22的形式。就是说它有2包资料，然后2包资料呢，每一包里面又有2项资料它的区分方式就是一般来讲我们的讲法都是说我们会有这个训练集以及测试集，整包叫做资料集嘛。好，只是它先帮我分好所谓的这个 training data 以及 test data。那这个资料呢，基本上在 training 里面它又分了2份文件一个叫做 X data， 一个叫 Y data。那 X data 指的是什么？ X data 基本上就是我们那个原始图像那当然了，我们这个 data 它不一定是图片它也有可能会是某一些这个二进位资料或者是它可能是一段文字根据你实际上的那个运用的资料集那个 X data 都会有所不同然后接下来是 Y data。Y data 指的是什么？ Y data 指的是对应于那个 X 的资料，它的标签它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例如说，像我们在 NIST 的手写数字资料集里面随便一张图片，它假设它写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呢，对于这个机器来讲，或者说对于电脑来讲，它不会知道那个图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帮它预留一个这个标签，然后跟它讲说那是什么意思。所以那个标签基本上我们就会把它叫做 Y data。那在我们类神经网络模型里面的讲法啦，就是 X data 就是我们的 input， 那个 Y data 呢，就是它经过模型之后出来的那一个资料就是 Y data。那 Y data 基本上是我们给它的这个标准答案，经过它模型算出来的话，那是它的这个预测结果或者它的估计结果。接下来我们会把它这2个资料下去做相减，相减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它的权重要去做多少量的修改。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简报上面要写X training 呢指的是训练集的图像它不一定是图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 NIST 啦或者 C810 基本上它都是图像。好，那对于 Y training 来讲呢，它就是这个训练集的标签或者是可以把它说成是这个训练集的答案对于 X test 来讲呢，就是专门做测试用的图像，以及 Y test 就是做测试集的标签。好，那后面的话我们要去补反正就一个是对应于模型的输入一个是对应于模型的输出那个输出是我们期望的答案我们期望的，它当然出来的结果不一定会是我们期望的那个答案，这时候它就会去做什么？就会去做权重的修正。好，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去知道说它那张图片到底是长了什么样子所以呢，通常我们都会使用什么？我们会使用这个 PYPLOT 来下去做这个影像的输出或者拿来做影像的显示。好，那在这个地方，因为 PYPLOT 它这个 import 的这个字有点长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去把它重新命名把它20成 PLT。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指定一张图片例如说像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 X training我们去选这个 training data 的第一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在所有里面不要忘记它是0所以我们这里就是 X training0然后呢把它指派什么？指派到我们的 image 身上。接下来如果你要把这张图给它这个印出来的话，或者让它显示出来的话，直接使用 PLT.InShow image 把它放到它机体里面去。接下来呢，使用 PLT 把这个东西把它秀出来，它就会帮你把这张图片给显示出来如果说你有回去看我们那个 NIST 的这个讲义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段跟之前的那个讲义的内容非常像非常像甚至看起来还比较简单。为什么？有些东西没有写上去。好，哪里没有写上去？我们在我们的 NIST 里面呢，因为它是这个灰阶资料。好，所以呢，我们当时有说，你在做 InShow 的时候要记得去加什么东西？加 Color Map， 把它 Color Map 把它设定成什么？设定成灰色。这时候呢，它就会用灰色应该说用灰阶的方式去显示0到25上面的资料。好，因为我们现在啦，C810 它是什么？
它是彩色图片，所以这个彩色图片呢，基本上 RGB 它都帮你准备好了，所以你就不用特别再去加这个 Color Map， 你就直接使用 PLT IN Show 把 image 显示出来就可以了。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啊，可能就会有人想到说，那之前的 NIST 我是不是也可以不用加这个 Color Map 上去啊？不用把它指定成灰色。好，这件事情是可以不用指定啊。我们当时指定呢，是为了要让它的画面看起来就如我们所说的，它是一个灰阶色啊。如果你没有加的话，基本上它会用看起来像彩色的颜色，帮你去涂这个0到25之间的数值，它会帮你选那个颜色啊，帮你把画面画出来。那画出来之后呢，基本上看起来就不像是灰色了。好，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这个绘制更多的训练资料集啊，这个部分呢，跟我们在之前 NIST 的做法是一样的啊，基本上是一样的。透过这个方式呢，我们刚才是画一张图。好，如果你想要在这个 PLT 的这个秀上面一次去呈现更多张的图片的话，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设计一个纸图啊，然后呢，你在这个纸图上面把你要的图一张一张的把它放进去，那放完之后呢，再把它做 PLT 秀哈。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Colab 上面的程式码那因为这个案例我们上次已经有去做什么？我们有去做 CIFAR10 的这个 load data， 所以呢，如果这一次再执行一次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就不会再去下载资料。我们刚才有提到了为什么它没有去下载资料？是因为它现在这个硬碟的快取上面是有那我们再上一次这个跑的时候，然后它这个有去做下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去提到了这个 Colab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对于这个云端主机来讲，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加开伺服器它立刻帮你准备一台虚拟机。虚拟机里面呢，准备什么东西？准备好 Python 的开发环境。Python 开发环境准备好之后，它为了要跟你的 Colab 下去做连接所以它还有帮你去准备了这个 Jupyter 的 Notebook 的这个平台全部都准备好之后呢，才让你这个机器可以顺利的连得上。那个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是一台干净的虚拟主机。好，所以呢，当时如果你去做 load data 的话，因为它没有快取资料它就会去做下载。好，所以接下来这个执行一下，我们去确定一下我们的资料量对不对资料的形状它是22我们上次其实有多加一件事情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 NP array 再去取的形状的话，如果你刚好用的是旧版的 Python， 旧版是多旧？大概是 3.9， 我们现在是几版？我们现在是 3.10， 现在目前 Colab 环境是 3.10。如果你刚好是 3.9 的话，它在这里的显示的话，它会跟你讲说它的这个资料稍微有点不太平衡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警告讯息的输出来那它的警告讯息输出呢，如果稍微严重一点，它可能会直接这个让你有一些功能没有办法正常下去做显示好，如果说真的遇到这个问题NP array 你要去显示这个 dataset， 然后去看它的形状要去看它的形状。如果遇到这个卡住的话基本上你是要在后面去加什么东西你要去加它的这个 data type 就 D type DYPE 好，把它指定成什么东西，然后把它指定说它里面的资料就是物件就是物件好，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它就不会去提示错误讯息了那个也是这样执行看看，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好，连原本的讯息也都没显示了好，所以我们的资料集的形状就是22好，然后呢训练集的资料有5万笔测试集的资料有这个1万笔 OK， 这个地方也没问题。好，那上次已经看到如果你要去修一张图片的话我们可以去看这个 X Training 的第一张图不要忘记有缩影指示里好，所以呢我们直接把这个放到 image 之后呢，使用 IN Show把图片显示出来，最后使用 PLT 把它给画出来。好，那这个图片这个可能在画面上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为什么它不是那么清楚这个因为我们原始的图像解析度是多少？32×32 32×32呢，基本上你把它拉到这么大基本上看起来它一定是模糊的那这一张图怎么样让它变清晰怎么样让它看得出来到底是什么图片基本上有2种方法。第一个你人离萤幕远一点离远一点，基本上就可能看得清楚。那另外一种呢如果说你是有带近视的同学，你直接把你的眼镜拿下来基本上应该就可以看得清楚这张图像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因为我们有去对应过不同的标签我们知道它是一只树蛙不过在我们的标签里面它不是写树蛙，它是把它叫做青蛙是把它放在这个青蛙的类别里面。好，那如果你要去看其他图像的话例如说我们选下一张图片好，执行看看好，这个也是一样没有那么明显看得出来也是一样距离萤幕远一点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一台卡车它有在分类里面它有把卡车的分类给放进去。好，那除了 X Training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X 的 Test。
如果你去看 test 的话，基本上你也是有10000笔的资料可以让你慢慢调哈。好，那我们在这边呢，基本上我们不会一张一张下去看的，我们会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会透过设计纸图的方式设计图的，例如说我们要显示前面100张我们决定显示100张，然后呢，我们设定的格数是10×10就是这个行跟列共有刚好就是10个10个所以刚好就可以画100张图。好，当我们把这个使用 PLT 把这个 sub PLT 就是它的纸图设定完毕之后，这里面就是设定10行10列啦。设定好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回圈应该是双回圈啦，这边跑10个上面再跑10个基本上就画完100个。它在画的过程中呢，记得它的方法会在里面去指定它的图片要放在哪个位置上面。应该说啦，位置在上面决定在下面这个地方它是决定它要把它的那个 X 圈领的图的那个位置哪个索引的一张一张把它摆进去。好，画完之后呢，这个不一定要加这个的话它是让你在你的图片跟图片之间外面那张叫主图大图，里面那个叫子图。好，那还是让你那个子图之间的这个排列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最后总是要把这张图给秀出来。好，这个地方没什么问题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稍微小了一点点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青蛙那再是卡车这个太小也看不清楚，这应该是卡车啦，这应该是卡车。这个我们没有特别去研究这应该是路这个应该是汽车卡车跟汽车虽然都是车在分类上它把它放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去判断汽车，如何去判断卡车基本上要看你的模型的这个能耐好，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在 NNIST 里面有做到的事情。好，可是接下来我们要多做什么事情？你会发现我们现在都是用眼睛看，在那边猜那个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比较好的这个绘图应该是要把它的结果，或者是说把它的标签直接显示在上面直接显示在上面。所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来，首先呢也是一样用这个当然 PLT 在实际上基本上这个宣告一次就好，因为我们要让我们每一个区块是看起来是具有独立性所以呢我们都是重新做一次宣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这个 classes 那个分类的名称分类名称。这个名称呢不是说它不能打中文，一般习惯上我们是打英文打中文会怎么样？打中文你在 PLT 去做绘图的话，它有可能那个文字没办法正常显示，会变框框。那这时候这个有经验的同学就会想说会不会是编码的问题刚刚好它不是编码的问题。一般编码指的是什么？是说我们现在习惯呢可能会有几种编码，一种用 Unicode， 一种用 UTF-8。那在我们一般的这个不是 Unicode 跟 UTF-8 的编码，可能就用的是大无码的编码。好，一般我们在程式设计上面最容易遇到的这个编码问题就是它显示的这个编解码方式不同所以导致于它产生乱码。可是呢框框它那个如果出现一个四方形的框框，那不一定是编码的问题，它通常在这里它只是它要去显示中文字型，却没有中文字型库让它去使用，所以它没有办法把那个中文字型给显示出来。好，那这个问题其实是能被解决那因为它不在我们课程范围内我们就直接用英文你用英文它就没有字形上的问题了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这个分类名称先把它定义出来这就是0 1 2 3 4 5 6 7 8 9，总共有10类要从0开始算了好，那因为我们如果现在照上面的做法画100张出来，画100张出来的话10×10 100张的话，它会有点挤因为我们现在打算让每一张图这每一张图不要忘记它都是有坐标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标签写在坐标上面好。那为什么这里看不到坐标？我们这里有注记的我们就把坐标去做隐藏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做的事情也是一样你设定成25张，然后呢5525嘛，这个横向5张直向5张好，然后也是这样建完纸图之后呢，把内容给写进去把内容给写进去。如果照我们原本的做法的话，这里有一个叫隐藏坐标有一个隐藏坐标。我现在呢把隐藏坐标也是一样，把它放在里面这个下面这个先把它注解起来。好，我们先看一下原本的如果是5×5的状况下，它画出来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照片稍微大一点总共25张总共25张。好，然后呢，如果我现在把这个给解开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呢是说我要设定 label label 在哪里？我们有 X label 然后纵坐标啦、横坐标也有啦
那那个地方呢 ，X label 就是它的那个横向坐标，在这里我要把我的什么东西，答案在什么地方？在 Y 这个地方，把 Y training 的 image 啊，不 index 啊，它的索引啊，你看你现在目前索引到什么样？第0个就是配第0个 label 啊，第一张图啊就配第1张 label， 好，以此类推。所以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啊，它的 label 它是一个数字嘛，那个数字呢，如果我们直接对到我们这个 class name 上面去，啊，对到这个分类的名称上面，它就可以把它给显示出来。好，来执行看看，结果呢，执行下去的结果呢，跟讲的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啊？不是说我们 set label 了吗？set label 应该文字写上去，可是它却没有写上去。这里注意一件事情了，因为它是什么？因为它是写在坐标上面，好，所以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有隐藏坐标，好，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拿掉，再执行一次，好，确实有画在坐标上面啊，确实画在坐标上面，可是呢，我们那个原本的坐标有没有0到25，0到25这个坐标它就卡在上面了。我们当时呢是为了不想让它显示上面，因为它已经有够级了，所以我们就设定隐藏。可是现在这有点冲突嘛，哪里冲突？如果你把它设隐藏，你连标签都看不到；如果你要看到标签，你就不能把它给隐藏。好，所以呢，这里边的处理方式就是把 x 刻度的这个资料直接把它拿掉。好，这个呢也是一样，把 y 的刻度直接把它拿掉。好，再跑一次。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单元这个想要呈现的这个结果。来，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青蛙这个是卡车这个也是卡车这个是路这是汽车以此类推。好 ，OK， 那这个啦算是说，因为我们是搭配我们这个图像绘图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有2个资料集嘛 ，NNIST 以及这个 CIFAR10 之后啦，可能自己练习的话，可以再拿 CIFAR100再整个跑过一次。好，那虽然我们现在看得到图片，可是那个图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这一次呢，就是直接把 label 直接把它画出来。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